青島崂山，距離海邊零距離的小院啊，不論是自住呀，還是經營民宿啊，都非常合適。這小城市也漂亮吧？这里没能有多幸福相照。全款2-3萬就能買套房子的城市。大家好，我是定居阜新的小平，今天給大家推薦一套房源，坐落於遼寧省阜新市太平區翠城小區的房子。不提位於7層中的5層，不是頂樓哦，51平米的簡裝兩居室，一梯3戶中的中間戶3男戶型。此小區有燃氣，環境好，非常安逸。房內有地暖家電，家具齊全，拎包即可入住，步行10分鐘就是早市和超市。我花3萬全款在山東淝城買了一個小房子，作為我的養老根據地。現在正是春暖花開的時節，小區裡的樹都開花了，非常的漂亮。天氣暖起來了，感覺整個小區都變得更加熱鬧了。天氣好，老人們就更喜歡出來散步、曬太陽、聊天，或者是下棋打牌。這裡是小區裡的學校，孩子們放學了回家都非常方便。花了3萬5在異鄉買了一套房，患抑鬱症的單親媽媽總算和孩子有了一個家。現在2年過去了，在異鄉的她交到了朋友，找到了賺錢方法，還治癒了抑鬱。原來房子真的能讓人快樂。這就是你3萬5買第一套房的地方。對，故地重遊啊。什麼感想？什麼感想？就當時那種迷茫的那種勁已經沒了。你這小區環境真好啊，鳥語花香的，這還沒到春天呢。全款2萬4，你沒聽錯啊，全款只要2萬4啊。就租房子，就是3年2年的話，咱說也得這些錢啊。2室1廳，60來平方，這屋的話簡單收拾收拾啊，就可以入住。獨立的一個廚房，這邊是小臥室，位置還嘎嘎好啊。下樓就是大早市公交站点啊，南星花園這個位置是嘎嘎好啊。全款2萬4就能買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啊，隨時看房。大陸社交平台上一段視頻引發熱議，黑龍江集西市橫山區一套2手房，面積6.5平方米，掛牌價僅1.2萬元，還能再讓2000元，最終成交價只需1萬元，折算下來每平方米不過153元人民幣。集西位於黑龍江東南部，與鶴崗、雙鴨山一樣，屬於東北地區經濟發展相對較弱的城市。對此，有網友表示，不少人口流失嚴重的小城市，房子本來就非常便宜，幾萬元買一套的情況並不少見。因為很多住宅長期空置，有的小區入住率甚至不到10%。也有人指出，這種現象並不只存在於東北，在山東沿海的一些小縣城也能看到類似情況。鶴崗的房子最低都才2W 一套，大慶也不貴，最低是4W 一套，牡丹江的是最低的1.8W 一套。这是全國24個白菜價的地方，趕緊看一下有沒有你想去的地方，東西南北中都有便宜的。大夥覺得這個價格合理嗎？其他地方有沒有可能也逐步加入進來呢？5000元一套房子啊，還有點裝修，跟解釋一下的，說明一下狀況。房子老人去世了，沒辦房照，5000塊錢，如果你想辦理房照，家人去辦理繼承手續都可以，都沒問題。但是費用誰買誰承擔，這戶房子只賣5000，其他費用你自己承擔。1屋50多平米，有喜歡的來吧。全款8.8萬就可以拿下眼前這套上下2層的建面共120平方的房子，還給您裝修好了，帶屋裡所有的家具家電，壁掛爐也安好了。樓下是2室1廳1廚1衛的格局，衛生間呢也是帶窗戶的，主臥室還給您帶了一個陽台。樓上呢是一個客廳，還有一個臥室，贈送一個露台，站在露台上也可以看到點大海。小區出去就是海邊。
来吧来吧，特大喜讯，14800一套房子，不是首付啊，不是首付款，就是14800，就这么一套房子，不是顶楼啊，卫生间、地热、防水都做完了，楼心地热的啊，这玩意儿还是地热的，65个平米，它还是地热的啊，14800元，65平米，小衡山医院隔壁，小衡山 B 区。不提6楼，不是顶楼。在过去的20-30年间，中国经历了一场席捲全国的买房狂潮。有人为了结婚買房，有的为了孩子上学買房，也有人相信房價永遠上漲，把房子視為最穩妥的投資方式。然而，隨着近年來房地產市場持續暴跌，很多人發現曾經被認為穩賺不賠的房子，正在變成壓在肩上的沉重負擔。21年底，我們在南京花340萬買了一套小3居，當時房價炒得火熱，周邊二手房炒到4萬5，新房因為有限價3萬2左右。那一年大家瘋狂搖號搶房，一房難求。我和老公當時計劃定居南京，以為現在不買就再也上不了車了。在第4次開盤中，終於搖上。4年過去了，上個月的小區成交均價才1萬7，算下來扎扎實實跌了100。這位博主說，他當初買的第一套房，開發商一直拖着不交房，最後爛尾了。那時候孩子馬上要上學了，他不想讓孩子回老家讀書，只好硬着頭皮又買了一套二手房。我人生中做的最錯的決定就是一口氣買了2套房，而且都是19年之後，那個房價高位的時候入手的。那個時候我真的沒有意識到有什麼問題，因為我覺得房貸能還得起嘛，有工作。孩子也只有一個，所以根本就沒有多想。直到我買完第2套房，2胎意外來了，同時賺錢也越來越難了。博主說，為了還房貸，他同時打好幾份工，拼命賺錢，常常忙到顧不上吃飯，隨便啃個饅頭就算對付一頓。女兒才2個月大時，他就背着孩子出去見客戶，孩子跟着他一起受苦，讓他很愧疚。我貸款174萬買了一個房子。我們買房的時候，我從來沒有想過為了這個房子，如今會愁的每天都睡不着覺。那個時候我的執念嘛，就是打拼10來年，得有個自己的房子。真的不想租房，那個時候不知道怎麼就腦子一根筋。租房呢，我覺得老搬家，搬來搬去扔一堆的東西，而且當時身邊的人都在買房，很多樓盤排隊搖號，所以就根本沒有仔細就是算過賬，就把一家人10幾年的積蓄就拿來付了個首付。這位博主說，當時他們對未來的預期很樂觀，根本沒有想過，如果以後家庭收入下降了怎麼辦？他貸款30年，每個月要還7700的房貸，他忍不住感嘆，誰能保證自己在未來30年裡始終有穩定的收入？誰能保證30年都不生病，不發生任何意外呢？你們後悔買房了嗎？我真的後悔買房了。我不是21年在福州買的房子，考慮到資金有限，我老公就選擇了比較偏的位置，買下了這套內89平的31平。當時我還在老家上班，我也不知道這邊竟然這麼偏僻，出門買個東西、逛街都沒有我們老家市區方便。現在房子是有了，可每個月3000多的房貸壓得喘不過氣。雖然聽起來不多，但是我老公工資只有5000，除去每個月的房貸，日常開銷根本剩不下什麼錢。我不管了，擺爛，貸款我不還了，黑戶就黑了吧。2016年咬着牙貸款了150萬買房，30年啊，每月還着7960元的月供，像個無底洞。這些年不敢換工作，哪怕被領導刁難，也只能默默的忍受。不敢給自己買一件新衣服，身上的 T 恤洗到發白了還在穿，甚至不敢生病，發燒了39度還要硬扛着上班，因為生怕斷了收入，還不上還貸。我貸款了115萬。整整還貸了10年，剛剛把房子賣掉了，算完總賬整整虧了140多萬，接近150萬。2016年的時候，我簽購房合同的那天，我想着25年房貸，我一個月還7000塊錢，加上我本身是做建築工程師的，咬咬牙應該能夠扛得過去。這位博主說，他每個月工資一到賬，第一件事就是先還房貸，剩下的錢只能掰着手指頭精打細算，每頓飯花多少都要反覆盤算。
後來他身體出了問題，查出患上了甲狀腺疾病，緊接着又失業了，生活压力越来越大，實在沒有辦法，最後只能把房子賣掉。剛剛賣了一套房子，這個單子是我今年簽的最難受的一單，房東直接崩潰了，哭了。一開始簽合同的時候，我看到那個房東的手就是在抖的，我沒當回事，後面簽着，眼淚掉下來，我直接懵了，剛才客戶也懵了，挺尷尬的。後面我就趕緊把房東喊到隔壁辦公室，給他倒了一杯水。我跟他說：“姐姐，要不行，你就不要賣了。你要實在捨不得這個房子不賣也行，說不定下半年房價會好一點的。反正客戶這邊呢，我還有備選的房源，也沒關係。”聽了中介的話，房東又忍不住哭了。他對中介說：“這套房子是他們前幾年花1000多萬買下的，可誰也沒想到，買完之後房價就一路下跌。後來他們決定把房子掛牌出售，行情最好的時候，曾經有買家出到700多萬元，但那時他們覺得虧得太多，沒捨得賣。誰知道一直拖到今年，連600萬元都賣不到了，等於一下子虧掉了400多萬元。他說，房價虧損也就算了，再加上這些年貸款產生的利息，又虧了100多萬元，前後後500多萬元就這樣沒了。她感嘆道：“這不是5萬塊，而是500萬呢。那是她和丈夫辛辛苦苦攢了這麼多年的積蓄，卻在短短幾年裡幾乎化為烏有。”看看現在身邊的人，結婚了都想要來城裡住，買車買房幾乎全是貸款，一旦結婚生孩子，壓力就都堆在身上，連喘口氣的機會都沒有。我們以前總說買了房就是固定資產，是自己的家，可現在才想明白，房貸沒有還清之前，這房子根本不屬於你的，它是銀行的。人到中年最後悔的一件事情就是買房。2018年在南京浦口區，我買了人生中的第一套房。那會兒的房子一天一個價，如日中天。那時候是我人生賺到的第一桶金，加上爸媽的支持，我就在南京的浦口區買了第一套房。那會兒的價格是2萬多一平，加上那個房子沒有滿3年，交了15萬的稅。我清楚的記得那個房價是195萬啊，加上稅的話大概就是210萬。博主說，他後來決定把那套房子賣掉，經過幾輪談價之後，最終以120萬成交。算下來，他一共虧了差不多110萬。他感嘆道：“如果當年沒有買這套房子，這110萬元至少可以讓他少奮鬥10年。”殘酷的失業把人給擊垮了。我一個粉絲正發愁下個月的房貸，幾乎要崩潰了。她老公原來在一家地產公司做總監，收入很不錯的。之前花了600多萬在園區的湖東買了套房子，貸款300萬，還給親戚朋友借了100多萬，每個月月供15200。她老公一個月3萬多的工資，還有獎金，足夠支付房貸，還有2個孩子的教育。但是不幸的是，去年底她老公的公司倒閉了，到現在都還沒有找到工作。博主說，他們一家4口全靠他一個人的工資撐着，可他根本負擔不起。沒辦法，2個人只好商量着把房子賣掉。結果一問行情，房價已經跌到420萬。他現在每天都心力交瘁，整個人恍恍惚惚的，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辦。我這個籠子從12000現在跌到了4000，跌了2/3。我現在銀行裡還有貸款，我不知道怎麼辦了。賣吧，我怕妻離子散，人财兩空。因為兄弟們應該知道啊，我有媳婦兒，但是没有錢要孩子。女人，你把房子賣了，女人會沒有安全感的。說句實話，我怕。博主說，他這套房子買在城市周邊，不在主城區，跌得特別厲害。前段時間他去問中介，才知道房價已經跌了50萬。他嘆氣說，他是農村家庭出來的，沒有背景，沒有積蓄，50萬對他來說就是天文數字。如今房子跌成這樣，他真的不知道到底該不該賣。現在在寧波失業1個月啊，生活可能就會崩盤。你不要以為我在嚇唬你，現在很多人都是靠着網貸過日子的，拆東牆補西牆。一般的年輕人啊，都是花着明天的錢。那我有一個客戶，2年內從10萬的債務變成了40萬。
這種事情每天其實都在发生。网贷啊，毁了太多的年轻人，他们其實從來都沒有幫過任何人。網貸只會讓你越借越窮，直到借不出來了，沒有辦法還了。那時候你只能面對絕望與痛苦。40歲，不得已還是從工作15年的公司離開了。我是被迫離職的。公司已經1年多沒有給我們發工資，也沒有交社保，實在是撐不下去了，選擇了離開。離職的原因被公司在系統上寫成了個人原因，導致我的失業金也無法領取。買房真的是我這輩子上過最大的當，當時為了結婚買的婚房210萬，現在跌剩只剩下140萬了。蒸發的這70萬是老公的積蓄、父母的嫁妝，還有當年存的錢，現在全部都蒸發掉了。現在每個月要還房貸6000多塊錢，真的覺得好無助好無力。房價是跌了又跌，高鐵通了，我的安穩覺也別睡了。現在樓道裡到處都是堆滿垃圾，電梯裡也是堆滿垃圾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並分享給您的朋友，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